1987年，一架飞机穿过层层阻碍，降落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有200米的位置上。在看清飞机并非本国所有后，苏联政府立马对飞机的驾驶者进行了管控，并疏散了围观的群众。但让人意外的是即使火速排除了飞机驾驶者的政治危险，苏联也因这一架飞机的闯入而分崩离析，国内政治多处动荡。明明苏联政府行动如此迅速，为什么这架国外飞机还会成为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？在这儿点个3连，咱们接着往下讲。1987年，位于苏联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。就在苏联民众在红场上惬意散步时，一架标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飞行图案的飞机缓缓降落，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200米的位置上停稳。这架飞机的到来让在场的民众都十分好奇。要知道红场作为苏联革命的圣地，一直以来都鲜少有飞机直接降落，所以在看到飞机驾驶员出现后，围观的苏联民众纷纷上前，将其当做了出演电影的演职人员。而另一边，飞机驾驶员也毫不见外，一边热情地向苏联民众打招呼，一边拿出纸笔给围观人群签名。直到听到了飞机驾驶员已经连续飞行5个小时，在红场上执勤的苏联士兵这才反应过来，将这名飞机驾驶员管控起来。经过询问大家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位飞机驾驶员并不是什么演职人员，而是一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位德国青年并不是专业的飞行人员。在操控飞机来到红场之前，他的驾驶经验不足50个小时，是个十足的飞行新手。这样一位飞行新手出现在号称重重严密监控封锁的苏联境内，可并不是一件友好的政治新闻。在事件发生后，苏联媒体当即对红场事件展开报道，以苏联国防为重心的政府高层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。在此之前，苏联防空系统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认同度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，都对苏联空防牢不可摧的神话深信不疑。当时正逢美苏争霸时期，苏联为了保证领空的安全，号称部署有1300架拦截机、1万枚威力巨大的防空导弹，还有7000部雷达装置。所以即便是军事实力强劲的美国，也不敢贸然前往苏联侦察。如今铁桶一般的防空系统被19岁的青年轻易突破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，苏联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了矛盾。一直以来，为了能够尽快让国家强大起来，苏联走的都是牺牲经济发展军事的路线。虽然最后成功能与美国一较高下，但这样的选择也让苏联逐渐失去民心。再加上苏联领导人的良莠不齐，彼此政见不同，时常出现纠纷，所以在那个年代，苏联领导层本就摇摇欲坠。因此，趁着这次的红场事件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府首脑率众发言，先是裁掉了军事领域内对其对立的军官，又以绝对的政治优势拿到指挥权。苏联内部发生了惊天的巨变。一段时间后，在民众的怨言声中，苏联各大政治势力互相攻击，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。虽然这次政变胎死腹中，但却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苏联衰落和解体的速度。可以说，红场事件成为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而819政变则正式为苏联的覆灭敲响了丧钟。作为红场事件的当事人，那位德国青年却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苏联政府提前释放回国，不仅没有承担任何政治责任，还意外地被载入史册，拥有了一段传奇的经历。如此对比不得不让人感叹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、评论、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